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。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既现小王身而为说法；应以长者身得度者，既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既现居士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既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既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；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既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。我们先看这句经文：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既现小王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各天有大天王，也有小天王。其实小王就是小天王。以世间而言比如一个国家有总统，或者以王国建立者而言，则有国王。这些也称为小王或者是小天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是谈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国土、一个世界，它是大小不一的。某一个区域、小小地方的领导人即称为小王。比如地球上有很多国家，那么每个国家都有一位领导人。就像中国清朝皇帝是天子，皇帝的儿子是太子，其实也可以称为小王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称呼。接着经文说应以长者身得度者，既现长者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通常长者是具有人生知识经验的人，而且年龄在60到70岁以上，也就是60岁具有长者的资格，而70岁才是真正标准的长者。接着经文说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既现居士身而为说法。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居士是居住在家里的修行人。那么为什么称为士呢？这个士也有君子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不限于男性，女性也可以称为君子。因此居士包含男的和女的。事实上，居士与优婆塞、优婆夷是有所差别的，千万不能混为一谈。因为长者居士不一定是学佛的人，比如说有学问、智慧高的人也可以称为居士，也就是在家的一位君子。经文接着说，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既现宰官身而为说法。那么何为宰官呢？以概念而言为文武百官。这个宰是宰相，官呢是官员。其实皇朝除了皇帝就是宰相，其他则是文武百官。宰官即是以宰相为首，统领所有的官员。接着经文说，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既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以印度的4大族姓而言，婆罗门是比较有钱有地位的种族。因为婆罗门贵族的做法而有了奴才，包括种田的农奴、做工的工奴、家庭的用奴。因为阶级差别非常明显，就好像有钱的人就是老板，没有钱的人便是奴才。接着经文说，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既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比丘、比丘尼是出家学佛的人，
而优婆塞、优婆夷则是在家学佛的人。比丘是男性的出家人，比丘尼呢，则是女性的出家人。那么何为比丘呢？这个比丘啊，翻译为乞士，也就是乞讨的人士。因为比丘是以托钵营生，维持色身之需，从事修行办道的事业。而优婆是在家或者是住在家里学佛的人，男性称为优婆塞，女性称为优婆夷。这个夷与比丘尼的尼梵文是相同的字，都是指女性，而塞呢是指男性。优婆塞即是在家学佛的男性，优婆夷是在家学佛的女性。其实学佛不只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还有沙弥、沙弥尼以及释刹摩那。所谓沙弥是未受大戒的比丘，年龄在20岁以下的男性出家人。沙弥啊，又有法同沙弥与行同沙弥之差别。所谓法同沙弥是如法出家，年龄在7岁以上，成年以前称为法同沙弥。而行同沙弥呢，则不分年龄大小，身体有障碍，不能受大戒成为比丘者，称为行同沙弥。沙弥尼啊，为女性出家人，未受大戒之前，也有行同沙弥尼与法同沙弥尼之分。那么好，关于普门品的经文，应以小王身得度者，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；应以长者身得度者，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，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；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布。